小三怀孕了。老公和小三情难自禁，孕前妻同房导致差点流产。事后，我在老公办公室门口挂了一面锦旗，辛苦了。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，故事还在继续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窗外的雨不大，滴滴答答的声音敲击着医院的窗户，带着一丝冷清和寂寥。身穿白大褂的我静静地站在2楼的走廊上，手里拿着一会要做流产手术的病人病历。病人叫张瑶瑶，我脑海中浮现出她上次来做检查时的模样，青春洋溢，面带微笑，不禁感到可惜。突然，一个身影闯入了我的视线，是张瑶瑶。今天，她似乎与之前大不相同，原本明亮的双眼，此刻却充满了恐惧和紧张。你确定要做这个手术吗？我问道，希望能给她一些时间整理思绪。她深深吸了口气，终于鼓起勇气，用颤抖的手指了指我的结婚戒指，眼中闪过一丝泪花。你应该去问你老公。我愣住了，完全没有理解他的意思。然后我看到他手中紧握的那张照片，照片上是我熟悉的那张脸，我老公周云礼，和他贴得很近，笑得很甜。我的心瞬间凉了半截。雨还在下，但我的心中早已风起云涌。阳光斜射进图书馆，周云礼的眼神紧紧锁定在那厚重的医学书籍中，每一页都透露着他的热情和坚持。坐在他对面的我，心跳微加速，借着书的掩饰，时不时偷窥他专注的侧脸。那个时候的他，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眼神，都能深深打动我。正是在这个角落，这张木质的桌子前，我们的故事悄悄铺开。4年大学生涯，我们如影随形，经历了每一个细微的瞬间。从学校到实习，再到现在的就职，那段时光如同一场热烈的梦。每当患者露出那感激的笑容，我们都仿佛得到了某种纯粹的满足，是那种胜过一切的温馨。但医生的生涯从不轻松，频繁的手术，紧张的抢救，还有那无数的病例，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。我比他先一步，成了妇产科的副主任，而他这么多年还是妇产科医师。当医院的压力和责任越来越大，我经常需要加班到深夜。我们2个的沟通逐渐变少，聊天内容不是今天哪个患者，就是明天哪场手术。现在的周云礼也缺少了上学时的那份上进心。他对自己的定位似乎已经满足，他觉得有编制不丢饭碗就可以了。一次我们2个因为这个事情太吵一架，他想安于现状，而我不愿。一次，周云礼遭到患者的猛烈投诉，背后的罪名让人震惊。为了集纸钞票，明目张胆地索要红包。我建议他暂离工作岗位，冷静调整。本意是帮他挡风避雨，避免他一脚踏进漩涡。但他瞪眼看我，错把我的关心当成了质疑。凭什么让我停职？他怒吼，每个字都在颤抖，脸上的青筋凸显。你先做错了。我语速加快，直指问题核心。医者仁心，你的手是用来救人的，不是用来要钱的。我也是为了这家。他结结巴巴，眼里的坚硬被羞耻打破。几日后，我成功带队完成了一场高难度手术，获得了院方的特别表彰。我心存希望，希望此事能帮助周云礼，减少他的心理负担，让他回到熟悉的工作环境。但他归来时的冷嘲热讽，让我瞬间明白了他的想法。副主任不愧是副主任，喊我走我就走，喊我回来就得回。张瑶瑶第一次来的时候，
她那青春洋溢的容貌像极了我年少时的影子。医生，我是不是怀孕了？她的声音带着紧张。叫你男朋友进来。我平淡地说。她红了眼眶，低声咽道：她不知道。我深吸了口气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每天因为年轻犯错的女孩一抓一大把，但我还是劝她，不管如何，你得告诉孩子的父亲，他应该为此承担责任。他紧咬下唇，几乎是呢喃，但他已经有老婆了。我的眼睛瞪大，震惊之情溢于言表。正当此刻，周云礼步入办公室，下午有场手术需要你操刀。他的目光与张瑶瑶交汇，明显的停顿了片刻，而张瑶瑶则轻轻向他笑。检查结束，张瑶瑶加了我的微信，表示可能会有更多问题要咨询。透过她的朋友圈，我看到她是出自富裕家庭，却如此不珍惜自己。她走后不久，周云礼过来找我，急切地问：那个女孩有跟你说什么吗？说什么？我回应：小女孩未婚先孕，孩子父亲还是有妇之夫，造孽呀。周云礼释然：我担心他会怪你。现在的年轻人性格都火爆。我摇摇头：你想多了。现在看来，张瑶瑶选择来这里，原来有所图谋。那天张瑶瑶的流产手术并没有继续，不是我不让的，是张瑶瑶，她说她要回去问我老公。第二天，这个事情就传遍了整个妇产科。我来到食堂吃饭，食堂的熙熙攘攘似乎在这一刻都静止了，大家似乎都在窃窃私语，偷偷看我。尽管我努力避免和他们的目光接触，但我清楚地感受到了众目睽睽之下的压迫。我拿出手机，打算翻一下朋友圈缓解尴尬，结果刷到了张瑶瑶的朋友圈，她晒出了和周云礼的亲昵照片。我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林月走了过来，她脸上带着严肃的神情：你和周云礼的弑父产科都传遍了，你还敢来食堂吃饭？我假装不在乎地说：又不是我出轨，我凭什么？林月看了一眼四周，小声跟我说：这事儿你不用太担心，有机会我帮你查查这女人到底搞什么名堂。我抬起头，看着她那双坚定的眼睛，心中温暖。谢谢你。林月点点头，跟我你还客气，当年可是你把我从实习生一步步带到手术台的。我是从什么时候决定和周云礼结婚的呢？是那次在高铁上。我和周云礼刚刚实习结束，顺利上班，我们决定来一趟实习后的旅行，庆祝一下。高铁车厢的一切都像常日一样，窗外的风景快速划过，人们各自忙碌地玩着手机，看着书，或是打盹儿。突然，车厢内的人们被一声惊恐的尖叫打断，随之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：有医生吗？我立刻站了起来，来到他身边。只见一个孕妇正因为强烈的宫缩而捂着肚子，脸色苍白，旁边她老公则显得慌乱，不知所措。看到这，我毫不犹豫地蹲下身，劝她深呼吸。而此时，周云礼站在旁边不敢说话。我需要你帮忙。我看向他，示意他传递我的医疗包。他迅速回应，熟练地将我需要的物品递给我。那个时刻，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信任和鼓励，仿佛在告诉我：你可以的，我相信你。经过了近1个小时的努力，那名女子顺利分娩，孩子的啼哭声在车厢内响起，这一声仿佛比任何音乐都要动听。所有的人都报以热烈的掌声，而我和周云礼则紧紧相拥。周云礼没有因为自己是妇产科男医生而感到尴尬，反而是带着勇气和责任感站在我的身边。从那时起，我知道他就是我想要共度一生的人。
今天医院组织了一场聚会，本应该是一个放松心情的时刻，但我此刻的心情却犹如乌云笼罩，沉沉的。喂，都出来玩了，就别不开心了。林月手上摇晃着一瓶红酒，微醺的笑容让她看起来很可爱。我轻轻笑了笑，应付了一下，目光却不经意地落在了不远处的酒桌上。周云里去了厕所，手机就放在桌子上。我拿起手机，滑动屏幕，进入了微信。我点进了最近的聊天，名字显示为瑶瑶宝贝，内容让我心如刀割。每一条信息都如针般刺进我的心中。想你了，今晚酒店见。瞬间，我觉得自己像是掉入了冰冷的深渊。正当我准备进一步查看时，周云里的手机响了。我还没等看到是谁，他从厕所跑出来，有急事，我得走了。他焦急地从我手中夺过手机，冲出了门。心如乱麻，我下意识地打开了朋友圈，看到了张瑶瑶晒出的一则动态。背景是豪华的酒店房间，随意地散落着衣物，还有2杯红酒在旁。图片下方的文字只有3个字：期待中。我的心彻底冷了下来，眼泪不争气地滑落。灯光在夜色中尤为明亮，5星级酒店的大堂金碧辉煌。我紧握着包，步履蹒跚地走进了电梯。每一层的楼梯都似乎压得我喘不过气来，心跳声响得异常清晰。电梯的门缓缓打开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勇敢地向前走去。门缝中露出一丝微光，我听着里面传来的声音，张瑶瑶那妖娆性感的哼叫声。我的心像是被撕裂开了，每一根神经都在疼痛。瞬间，我感到自己像是掉入了万丈深渊。我不想打扰他们，转身离开。第2天，医院的急诊室里一片忙碌。张瑶瑶因为孕前期同房出血被紧急送到医院，经过一番紧张的抢救后，医生宣布她流产了。听说是那个周医生的情人张瑶瑶。对，就是她。周围的同事都在窃窃私语。我早早地来到医院，将我昨晚连夜喊文印店做的辛苦了锦旗挂在周云里的办公室门上。医院里今天热闹极了。周云里办公室的门正对窗户，阳光照进来，那面挂在门前的锦旗显得尤为醒目。红色的底，上面绣着金黄色的“辛苦了”3个字，仿佛是在调侃这一切的荒唐。我看着那锦旗，心中既有讽刺也有一丝的感慨。不久，我办公室的门猛地被推开，周云里走了出来，脸上满是怒气。他径直走到我面前，将锦旗摔在我的桌子上，声音带着一种压抑的怒气，质问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平静地看着他，眼中透露出一种决绝。我只说了4个字：“我们离婚吧。”那一刻，时间仿佛凝固了。医院的走廊变得异常寂静，只有远处不时传来的医疗器械的声音和我的心跳声。周云里呆呆地看着我，他似乎没有想到我会这么果断。他的眼中满是震惊，似乎难以置信。我转身离开，留下周云里和那面锦旗。周云里和张瑶瑶似乎越来越得意，他们总是手挽手，眉来眼去地出现在医院的各个角落。每当我路过，都能感受到冷风的掠过，那是同事们的窃窃私语和白眼带来的。张瑶瑶更是步步为营，她似乎想要借此机会彻底击垮我。她动用了背后的关系，试图将我从医院中除名。很快，这样的消息开始传开，有的人表现出同情，有的人则幸灾乐祸。但他低估了我。在他的计划即将成功的那一刻，我提前递交了辞呈。那天，
我走进主任办公室，将辞呈放在桌子上，平静地说：“主任，谢谢您这些年的照顾，我决定离开。”主任看着我，似乎并不太吃惊，他叹了口气：“你决定好了吗？”我点点头：“是的，我已经决定好了。”那一刻，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。我走出医院，头也不回，而那背后的窃窃私语和冷眼，也不再是我的牵绊。城市的另一端，春风和煦，与高楼大厦相隔的小区里，一栋简单又不失格调的小楼矗立着，那就是我新开设的诊所。与医院的冰冷不同，这里更温馨。诊所的生意刚开始时是冷清的，但随着我的声誉逐渐传开，客户也开始慢慢增多。大家都说这里的医生不仅医术高超，而且耐心和善，像朋友一样与病人交谈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不久后，离我的诊所不远处又多了一家诊所，从外观到装修风格，几乎和我的如出一辙。更令我惊讶的是，这家诊所的老板正是周云礼与张瑶瑶。他们似乎并不满足于在医院里与我为敌，还要跟随到这里，继续与我斗争。他们的诊所经常派人到我的诊所门口散发广告，甚至还故意以低价吸引我的客户。每次看到他们在我诊所门口又来故意找茬，我都强忍着怒火，心想自己不能再被他们牵着走了。我加强了服务质量，免费为社区的老人进行健康检查，经常组织公益活动，帮助那些因为经济问题而得不到良好医疗服务的人。而周云礼和张瑶瑶的诊所，尽管价格低廉，但由于服务态度和医疗质量问题，客户反馈并不理想。一个银发的老人走进了诊所，目光扫过诊所的角落，最终定格在我身上。他颤抖的手里拎着一大堆保健品，脸上写满了担忧。他问：“医生，你能推荐个保健品吗？”我微微一愣，看着他手中的保健品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阿姨，保健品并不是万能的，也不能替代药物治疗。身体健康的真正秘诀是规律的生活和锻炼。保持积极的心态，比任何保健品都来得有力。”老人眼中闪过一丝叹息，对面那家诊所的男医生硬是劝我买了一堆保健品，花了我1万多。幸好我儿子发现了，最后才把钱退回来。他的眼睛盯着我，我怕你和他们一伙的，也是来骗我们这些老人钱的。我心中五味杂陈，不知所措。是时间改变了周云礼，还是他从未真正改变过？以前的他，眼神中充满了对医学的热爱和对患者的尊重，但现在他的眼中只有金钱的欲望，狡诈得令人发指。我不知道是何时，他变得如此不堪。晚上我正要关门，张瑶瑶与几名不良青年闯了进来，他们的目的显而易见，就是要毁掉我的诊所。门外的告示被撕下，墙上的字画被撕裂，桌椅被翻得乱七八糟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破坏了我宝贵的医疗器械，那都是我心血来潮的成果。我看到张瑶瑶走到我面前，那笑容与我首次见她时的笑容形成鲜明对比。那时她像个需要帮助的羔羊，而现在她却成了凶猛的狼。张瑶瑶嘲讽地看着我，冷冷地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你最好立刻滚出这个城市，否则下次不会这么简单。”正当我要骂回去时，我的朋友、同事林月冲了进来，他带着几名警官。张瑶瑶见状，怒火中烧，但面对警方，他也无计可施。最后，在警官的威慑下，他和那帮不良分子只得灰溜溜地离开。林月走到我面前，轻轻拍打我的背，试图安慰我：“没事吧？”
我深吸了口气，摇摇头。林月紧紧握住我的手。我本来下班想来找你吃饭，结果刚走到路口就看见张瑶瑶和几个小混混站在路边，我觉得不太对，就报了警。还好我来得及时。我看着林月，心中满是感激。等那些人走后，我和林月来到一家餐厅吃饭。我问他，说吧，今天找我什么事？菜单还没递上，他便神秘秘地凑近，低声道：我这几天打听到了张瑶瑶的大把黑料。这个张瑶瑶是个职业猎人，她目标明确，寻找社会地位高、钱包鼓鼓的已婚男人。为了达到目的，她甚至不介意将自己交易。林月眼中的火焰几乎要从眼眶里跳出，这种贱人就得吃点教训。我点点头，表明支持。那几天，我们变成了侦探，装备了隐形摄像机和录音笔，开始对张瑶瑶进行跟踪。每当她出门，我们都会远远跟在后面，连着好几天都没看到她和其他男人见面。终于，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，机会来了。张瑶瑶与一名中年男士手挽手的逛街，两人之间的亲昵行为和甜蜜对话被我们全部捕捉到了。林月激动地对我说：这次看他和周云礼还怎么在医院讲你坏话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将这些画面公之于众。很快，这段视频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大家都纷纷表示震惊，张瑶瑶的名声急速下滑。当视频被推到一个热度的高峰，我看到周云礼站在诊所门口，他手里紧握着手机，一杆接着一杆地抽着烟。凌晨3点，突如其来的尖锐撞击声在宁静中回荡。我的诊所门窗被冲破，玻璃碎片飞溅。是张瑶瑶的伎俩，没错，他又派人来搞破坏。我颤抖着拨通了警方电话，试图寻求保护。警方冷冰冰的回应令我失望，除非你有更确凿的证据，否则这只是小规模纠纷。显然这次张瑶瑶准备的比上次更充分，这次他们没露面。我站在这曾经温馨的地方，心痛得几乎无法呼吸。天亮时，林月赶到诊所，看到一片狼藉的现场，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冷光。这是故意的，我们不能再忍了。警官说证据不足。我声音嘶哑地说道。张瑶瑶暗地里策划了一出阴谋，贿赂了附近几位以爱八卦著称的老人。他们口口声声地传播着我诊所欺诈患者、要价高昂的恶意谣言。几位老人更是大包大揽，直接来到诊所的大门，挥舞着拐杖，大声喧哗。这家诊所是坑人的，大家不要上当。随后，原本络绎不绝的病患像是被泼了冷水，纷纷躲闪避开。我的诊所生意应声而落，每天门可罗雀。直到一个熟悉的声音缓缓说道：听说这里可能需要一位医生。我抬头，目光穿过半开的门，与一双熟悉的眼睛相遇。那时郑老师，我与周云礼大学时期的指导员。他的眼眸中还带着当年的严格和坚韧，思绪如潮水，瞬间涌回那些年。郑老师身影笔直地站在讲台上，对我们毫不妥协的要求，又时常在困境中为我们打开一扇窗，指引方向。我有些愣神，几乎不敢置信。您是说，您想在这里？郑老师微微上扬的嘴角打断了我。你和周云礼以前是我的得意门生，我看着你成长、成家，努力实现自己的医学梦想。现在周云礼在医界的名声广为人知，他还对你做出这些事情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。我的眼中泛起泪花，我站起身，走到他面前，紧紧地握住他的手。谢谢您，郑老师。郑老师的加盟
仿佛为诊所注入了一股生机。他广泛的人脉和在医界的声誉，使得越来越多的患者纷至沓来。每天，诊所内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。那几位曾被张瑶瑶误导的老人，经过郑老师的治疗后，病痛得到了缓解，心中的感激无以言表。在小区内的广场上，他们摆开椅子，向路过的邻居细数张瑶瑶的恶行。那周医生和小张只会拿我们当提款机，但郑老师却是真心治疗。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透露，张瑶瑶得知后火冒三丈，她冲到广场叫嚣：“你们这群老东西，我给你们钱是让你们在这儿诋毁我的吗？”一位身材瘦削的老人回应：“还给你，你那点破钱。”而在另一侧的街区，周云礼和张瑶瑶的诊所门前冷冷清清，一纸封条上写着暂停营业。流言在市区传开，他们的不正当手段遭到了曝光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仿佛是个世界末日，诊所的大门紧闭，无人问津。郑老师与护士刚刚下班离开，一辆黑色轿车猛然停在诊所门前，灯光照亮了我眼前的一切。张瑶瑶和周云礼的眼神凌冽如刀，他身后跟随着几名肌肉发达的壮汉。周云礼就站在旁边，一句话不说。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，他们迅速拿绳子绑住我的双手和双脚，紧接着把我带到了一间阴冷潮湿的地下室。地下室内，湿冷的空气和浓厚的黑暗包围着我，让我感到窒息。我挣扎地想要喊叫，但被一块粗糙的布条塞住了嘴。突然，外面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，接着是混乱的打抖声。我紧张地试图听清楚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只能听到人声嘈杂、椅子倒地和玻璃碎裂的声音。我努力地挣扎，想要解开铁链，但我的双手被紧紧地绑在一起，无法动弹。突然，一束明亮的手电筒光照向我，我抬起头，是林月。她紧张地看着我，同时快速地解开了绑在我身上的铁链。快走！林月一边解开我的铁链，一边对我说。我站起身，和林月迅速离开地下室。外面，我的朋友们正与张瑶瑶雇佣的手下展开激烈的斗争。我们迅速躲到了一辆车内，林月启动车子，急速开走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我问。郑老师回去拿东西，发现你不见了，他立刻联系我。我联系隔壁超市调监控，发现你被张瑶瑶和周云礼带走了，所以找人一起来帮忙。林月答道。张瑶瑶被扔在警车旁，如同丢弃的玩偶。次目的警车灯照在她身上，将她那散乱的头发映得更为凌乱。银色的手铐如同捆住野兽的锁链，让她无法动弹。周云礼站得远远的，每一步都仿佛穿越了一个世纪，他眼中的迷茫如同被暴风雨吞噬的船只。说，你们什么关系？警官冷冷地问，每个字都像是钉子，钉进周云礼的心中。周云礼艰难地吞了口水，试图组织言语，但难以启齿。警官转向张瑶瑶，他的嘴角勾起一丝冷笑，讲出了自己所有做过的恶事。周云礼全身颤抖，每个字都像刀子，割裂他的心灵。他深深知道，与张瑶瑶的往事，如今是他永远的枷锁，挥之不去。日复一日，我的诊所声誉日隆，患者络绎不绝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信任我和我的团队。现在的周云礼早已堕入了深渊。在灯红酒绿的街头，我意外地撞见他，衣衫褴褛，脸上满是胡须，显然已久未修整。酒瓶还挂在他的手中，滴滴答答地滴着酒滴，地上已是一片狼藉。
一个满脸皱纹的流浪汉拽着他的领子，双方的怒火难掩，仿佛正在争夺着生计中的最后一点尊严。那是我的地方！流浪汉愤怒地吼道。周云礼曾是医学院引以为傲的学生，如今只能低头与流浪汉争吵，这画面令人唏嘘。他的这种颓废状态令很多人都为之心疼，但是对于他过去的选择，大家都心存芥蒂，不愿过多插手。监狱的冷硬墙壁见证了张瑶瑶的孤立，他的高傲与过去的罪行成为囚犯间的谈资。狱友的目光里藏着厌恶与不满，冷笑和嘲讽经常环绕在他身边。在这憋闷的空气中，张瑶瑶与一名狱友发生激烈冲突，紧张的氛围在瞬间点燃，监狱内响起了撞击和怒吼。这场斗殴迅速升级，如同滚雪球般席卷了整个监狱。最后警铃大作，他被强行隔离，面临进一步的调查。雨滴缓缓打在玻璃上，把周云礼的面孔拉得很长，像一个悔过的罪人。酒气刺鼻，他湿漉漉的身影显得颓废。雨水从他的头发滴落，显然他在雨中等了很久。他呆呆地站在门前，眼中充满绝望。我知道我做错了，真的知道。他的声音颤抖，却坚决。我愿意为我的错误付出代价，但我真的很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。我看着他，心中五味杂陈。那个曾经和我一起度过大学时光、笑对风雨的男孩，如今已经变成一个颓废的中年人。他带给了我太多的失望。我沉默了片刻，开口说道：“你这样真的很让人失望。”他低头，沉默不语。雨水滴滴答答地打在地上。他喃喃地说：“也许是因为我太贪婪，想要得到更多。但现在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只希望能重新得到你。”我叹了口气，冷冷地说：“很遗憾，那个愿意和你一起走下去的我，已经不在了。”他颓然坐在门前的台阶上，看着远方，像是在等待什么。我转身进了诊所，决定不再与他有任何瓜葛。然而，平静并未持续太久，电话铃声刺破了这宁静。是警方。他告诉我，张瑶瑶利用一个狱友制造的混乱，成功越狱。警方严肃地告诉我，他们会尽快派人保护我，我需要倍加小心。夜色降临，街道只有零星的街灯微弱的照亮。突然，一阵风吹进窗户，让窗帘飘荡起来。我感到一丝不安，悄悄靠近窗户，准备查看外面的情况。就在此时，一道身影从窗户闪过，张瑶瑶已经来了。我急忙从后门逃出，但她已经发现了我。她像一头野兽，眼中充满了疯狂的光芒，紧紧追赶着我。你给我站住！我活不了，你也得死。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，我感到一阵恐惧。前方是一片密林，我决定冒险进入，希望能甩掉它。每当我以为自己甩掉它时，它总是能迅速地靠近我。跑着跑着，我来到了一片陡峭的悬崖边，风大的像是要把我吹落悬崖，我几乎站不稳。而张瑶瑶则在我身后逼近我，手里拿着一把水果刀。你还想往哪逃？我对她说：“放弃吧，还不晚。”她冷笑：“放弃？我如果被抓，你觉得我还能活吗？”突然，张瑶瑶脚下一滑，她失去平衡，从悬崖上摔了下去。悬崖下的深渊中传来了她绝望的尖叫声。我坐在地上，心里感到无比的害怕，但同时也庆幸自己终于从他的魔爪中逃脱了出来。阳光透过白色的窗帘，诊所的大门不断地开启和关闭。老患者带着熟悉的笑容走进来，与我打招呼。
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波后，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属，心中充满了感激，感激那些一直支持我的人，也感激自己曾经走过的艰难。我知道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但我已经准备好面对任何的挑战。我轻轻地叹了口气，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与自由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